据台湾媒体报道，台防务部门披露，台军近期又以所谓模拟解放军攻台为背景，开展代号为“联翔操演”演习，主要是对台军防空能力进行测试。报道称，演习由台空军花莲与嘉义的 F-16战机扮演假想敌机队，在无预警的情况下起飞，测试全台陆海空部队防空制空临战演练与应变能力。岛内各空军基地派遣战机起飞升空拦截，同时各基地也进行对空警戒。这个演习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呢？主要是飞机的这个从不同的机场起飞之后呢，检验地面的，就是比如说导弹呐，还有高炮啊，就是对这些突然进入台湾地区的这些飞机啊或者飞行器啊，有什么样的防范能力啊，能够多快的做出反应，能够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所以我觉得他这次演习呢，反映了2点，一个是心虚，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对这个自己西洋自重和这个以武谋独的这个道路的这个立场是没有发生变化的。这次演习也让外界对台军拥有怎样的防空能力倍感兴趣。梳理资料发现，在台湾岛仅3.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部署有超过6000枚防空导弹，这一密度在全世界排前4，好比一支全程团的刺猬。台空军现有的防空导弹主要包括爱国者、霍克、毒刺和天弓，前3者均是从美国购买而来。在具体部署方面，台军把3个爱国者2导弹连和6个爱国者3导弹连混合配置，共组成3个营。其中，台湾空军防空暨导弹指挥部所辖793旅631营的第1、第2爱国者导弹连部署在新北市，第3连部署在台北市；795旅633营的第1、第2爱国者导弹连部署在台中市，第3连部署在嘉义县水上乡；794旅632营的第1、第2、第3爱国者导弹连分别部署在屏东县屏东市、高雄市仁武区和台南市新化区，从而形成了台湾北部、中部和南部均有3个爱国者导弹连的均衡部署。在各爱国者连阵地中还部署了霍克导弹。另外，台军在东引和澎湖这2个外岛构筑天弓2阵地，将防御纵深向大陆方向推进了100多公里。整体来看，台湾的防空导弹形成了空域涵盖高中低、射程涵盖远中近的3条拦截带。第1条是东引和澎湖的天弓2，第2条是本岛的天弓3和爱国者，第3条则是本岛的霍克导弹。短片中提到，美国五角大楼日前发布所谓“航行自由行动2021财政年度报告”，这也是连续第29年发布这一报告。为了师出有名，还单方面声称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海洋权利主张是过度的，对国际秩序构成了威胁，必须对此加以挑战。请教一下张先生，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同时凸显了美国怎样的霸权主义呢？那么他的这种航行自由的要求，实际上就是在美国霸权的这个依托下，它的军事力量自由投送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南海呢，它不仅是美国在西太的一个重要的活动的海域，同时更重要的是，它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这样一个关键的海域，是美军的兵力从这个印度洋到太平洋，或者说从太平洋到印度洋之间机动的一个关键的海域。那么他认为中国对南海的这种主权主张可能限制了他兵力投送的自由所以他把我们这样的一种合法的主张称之为过度的权力主张。